这节课的话，我们要来学美甲水彩12技法当中的第8节课勾线技法。结合文字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首先，勾线的话，我们需要狼毫笔来勾勒精细的线条。那这里的话，因为狼毫笔一般都会比较精细，但是我们一般美甲的专用笔好一点的，它的笔毛、笔尖一定是非常精细的啊。毛尖出锋就是它的一个那种很细小的笔尖，大概的话 0.5 毫米左右，一定会有1根或2根笔毛，它是织出来的。那这种笔的话，我们去勾线条才能够勾出非常精细的线条。如果说你的水彩笔是没有这 0.5 毫米的一个笔尖的话，你是勾不出来的啊，勾不出来很精细的线条。还有就是这个笔尖的笔毛太长也不行，如果超出 0.5 毫米啊，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形态，甚至可能就是画圆形转弯的时候，边缘就不好控制，因为毛太长会超出去嘛，会超出去。所以说一定是非常精细的狼毫笔，笔毛尖尖的毛尖长度大概是在 0.5 毫米以内啊。好，然后笔尖取色，毛尖尖取色，垂直于甲面啊，记住这里有个重点字词，垂直。我们的笔和甲面、纸面一定是呈一种垂直的状态。笔杆倒在我们食指啊，笔杆倒在食指的第2指关节，提笔用我们的笔尖去进行勾勒，中指往外推，食指往回收，用手指来带动笔的弧度，这个是一个手法啊，技法也还讲了一下握笔的手法，因为勾线是基础，非常基础的，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一下手法是什么样的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把笔打湿。好，我们在正常操作的时候啊，笔杆倒在我们食指第2指关节啊，第2指关节也就是这个位置，第2指关节的位置，然后握的时候我们是中指轻轻的中指把笔推出去，食指把笔摁回来，中指推啊，食指摁回来，中指推，食指摁回来，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你看，用我们的手指去控制你的笔的一个弧度，你们可以去多试一下这个动作。当然，我们在甲片上去画的时候，根本不会这么大的一个幅度，对不对？甲片上很小，所以说在甲片上操作的时候，其实弧度是很轻微的再去动的。不像在纸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这样大动啊，轻微的一点点浮动，线条就已经转弯了。好，接下来在纸上，在技法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先取色，打湿还是用这个暗红色吧。好，笔上取满颜色。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，记住这个小细节，画线条的时候颜色尽量的是什么呢？使用酸奶浓度或者是牛奶浓度，画出来的线条一定要清晰啊，干净、流畅、精细、清晰，就是考虑到你颜色的浓度问题了。好，顺一顺笔毛，在画线条之前，取完色之后转着笔，这样指头这样转着笔，将笔毛捋顺，对，捋顺，给它收拢，聚一下。好，完了之后，那我们还是像刚刚说的，笔倒在我们食指第2指关节。好，把笔尖立起来，垂直于我们的甲面。OK， 去画一条直线。用笔尖轻轻的去勾一条直线。那刚刚的话是我们说的第1种角度啊，倒在食指的第2指关节。如果说这种我们在正常在纸上甲片上操作的时候，我们的笔和指甲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角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角度。那如果说是不是在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这个角度？那正常的角度，可能你们比较舒适一点的角度是倒在哪个地方呢？虎口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倒在虎口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，如果说笔是倒在虎口的位置，你的手指、你的甲面你的甲面就不能够和这个笔是属于一个这种平行的状态了。那你这种就怎么办呢？如果是手指的话，你就要把指头给它摁下去你要把这个指头这样给它摁下去，就不能让它把指头翘起来，你要让它把指头摁下来。好，你看，调整我们甲片的一个角度，
也可以跟我们的笔保持平行，不一定什么呢？不一定要让什么笔立起来，对吧？不一定要立起来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就是倒在虎口的位置，笔倒在虎口，然后正常的这样去收缩啊。然后但是呢，我们的指头或者是我们的纸面一定要这样子垂直，对，往下这样子去画。好，刚刚我们在画的时候是以这样子一个角度，现在的话我要把笔倒下来，那我的纸就得立起来。好，纸就得立起来，顺一顺笔毛，勾一个线条给大家看一下，立起来用毛尖尖，对，去画一个线条。如果说你想要非常精细的线条，那只用毛尖啊，只用毛尖的 0.5 毫米的毛尖就不能够去压笔。如果说你想要粗一点的线条，那你就笔尖压下去啊，拖着走，压重一点。想要再粗一点，那你的笔尖压下去，好，笔尖压下去，再重一点，好，出来的线条就会粗一些。所以说线条的粗细跟我们压笔尖的一个力度啊是有关系的。好，再压重一点，线条又会更粗一些。线条勾线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这种正锋啊，用笔正锋，顺着笔毛的方向去画。好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转弯。我们前面画了直线，那转弯的时候，指头带着笔去画圈圈啊，指头带着笔去画圈圈。好，提笔，转弯。运笔的过程当中，笔一定要提起来，保持在一个匀速的角度啊，就这样立起来，笔尖控好，千万不要手一抖压下去了，或者是那千万不要手一抖，笔尖压下去了，线条就会出现粗细不均的情况。那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小指这里一定要去找好支撑点，这里呢是控制你的笔的。如果你的手这样子悬空去画，是会容易抖的啊。就是别说你们，我也会容易抖。所以说在画线条的时候，我的小指一般都会伸出来，把我所有的力都压在小指上，那我上面的指头这样子它就稳定下来了。那手肘，两个手肘靠在桌面上啊，成一个三角关系，小指去找一个支撑点，有3个支撑点，两个支撑点在你的手肘啊，你的2个手肘靠在桌面上，然后小指找到支撑点，成一个三角。比如说这是一个桌子，好，这是一个桌子，那你的人是坐在这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腿啊，你的人是坐在这里的，那你的手啊就得要靠在你的桌子边边上。好，这边那手这里要靠在桌子边边上，然后你这只手是拿的笔，对不对？感觉有点抽象。你的这只手是拿的一个笔，那你的那个小指头啊，你就要伸出来，然后在这个纸上面找一个支撑点。这里小指头这里是一个支撑点，你的手肘靠在桌边边上，这里是2个支撑点，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子三角定点，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啊，这样子你的手就不会容易抖了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在画的时候记住憋一口气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因为水彩它会干啊，如果你的笔干了的话，拉线条拉出来是不流畅的，是断节的，就说明你的笔太干了。笔尖蘸水打湿一下，好，取颜色。怎么憋气啊？落笔之前吸气，然后憋气，憋住1秒，憋住之后再开始落笔。好，勾完线条之后，提笔之后，好，然后再开始吐气吸气啊，才开始呼吸。就是你先憋着一口气，把这个线条画完了之后，然后再松那口气，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的。因为你会发现你憋气的时候，你的心跳会慢下来，你整个人就会冷静下来啊，或者是你的手就会很稳，不容易发抖。线条在和我们的那个洗色技法一样，也是属于辅助技法，但是线条更重要一点。线条勾线啊，勾线技法和我们的平涂技法一样，都是属于基础技法，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技法。因为用的太多了，我们所有的款式里面，大多数的款式啊，
基本上啊，除了简单的晕染，晕染有时候用到大理石纹的时候，它也会涉及到线条，所以说线条用的是非常的多。这个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练。我们练直线的话，就这样子去拉直线。好，练横线的话，要把笔倒过来啊，把笔横倒，这样子去拉直线，拖着走。好，然后如果说是练圆的话，我们把笔这样。动手指，轻轻的微微动手指去画圆，这是练弧线啊。弧线练完了，我们才能去什么勾花形，不管是勾花形，还是说画人物、五官啊、脸型、头发什么的，那才能更好的去操作。所以说，把这个线条一定要好好的去练啊，好好的多练，这个是真的纯需要练习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款式当中，怎么去运用到这个技法啊。勾线技法的款式演示的话，我会用一个晕染款，然后在晕染款当中结合线条给大家做演示。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用到哪些颜色，还是取一个刚刚的暗红色，加一点黑色进去，调一个暗红色出来，还可以再加一点橘色，中和一下。这个颜色是上一个视频调过的颜色啊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紫色。紫色的话可以选那种偏梅紫的一点的颜色。好，玫红色再多一点点紫色，多一点点紫色，也可以加一点黑色进去调暗，再加一点点棕色进去，调成酱紫。好，就这两个颜色，选好了之后，我们把甲片拿起来，笔清洗干净，纸巾上去控一下水。好，将红色取出来放到我们甲片中间。好，放到甲片中间，这样斜向、斜角将颜色侧推的方式放到甲片上，成一个这种斜角，对，斜向线条，对角线摆，然后再将这个调好的姜紫色放到颜色色块的边缘。好，就这样子很随意的给它平铺上去。好，随意的平铺上去，等它到达一种半干的状态的时候啊，我们用我们上面学过的那个技法，给它做一个揉边、洗色。好，现在接下来呢，第一步我们在中间去做一个洗色，打圈圈，将这块颜色搓揉开，打圈圈，将颜色推到周围去。好，慢慢的提笔走。再换一个位置，在对角的位置，我们在这里再打一个色块。好，提笔走，那靠近边缘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我们再次去打个色块，打圈圈，揉搓搓。好，将颜色推往中间。那这一块打圈圈，洗色。好，洗一下笔。然后在中部的位置，我们还可以再轻轻的再推一个色块出来。好，打圈圈揉搓，用笔尖去带出水圈。好，慢慢的提笔走，待水圈干了之后，我们用揉边把边缘有些地方可以这样弱化一下。不要让它的边缘看起来太明显，对，可以局部把边缘线条这个水圈给它弱化一下，也是打圈圈啊。好，中间再加一点点，好，加一点小水圈在中间。OK， 这里呢，我们就已经做好一个晕染底。这个晕染底做好了之后，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欧泊粉啊，
或者是亮粉啊那些颜色上去。如果说不用加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去画接下来的线条啊，直接去画线条。这个款的话，加一点欧泊粉、欧泊亮片、散粉之类的是很好看的啊，是很好看的，一定是那种轻薄透的欧泊。然后这里的话不加吧，我们就看一个效果好了。大家在尝试的时候可以加，如果要加欧泊粉的话，先把边缘擦一擦啊，然后再去上一层底胶。好，底胶上完了之后，你们再去照灯之后啊，底胶照灯之后，再去利用底胶的一个浮胶，然后去上欧泊片，然后欧泊片放上去了之后是不用照灯的，利用浮胶粘牢在上面，粘在上面之后，你就去摩擦封层隔离，摩擦封层隔离之后，才回到我现在要做的这一步，那勾线条。好。接下来我们等它干了啊，等它这一层干，然后我又在中间打圈圈、打水圈，因为我发现边缘啊还可以再处理处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白色笔尖取白色的颜料啊，白色取牛奶浓度，白色取牛奶浓度放到调色盘上，颜色一定要浓厚一些，因为我这里画的线条必须要求很清晰才行。好，白色取胶勾线条，这个线条我们在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就是稍微的张扬一些，勾一个像是花形呢，但是又不太像花形的，张扬一些。笔尖不太好勾的时候，说明水分太少了，太干了，我们笔尖轻轻打湿。好，弧形有大有小，有重叠，有错位，好，有交叉，留闭口，中间加个点儿，给它连接上，这是一种花形啊。好，这里勾一个小一点的轮廓。线条的轮廓我们可以勾得夸张一些。有长一个 C 弧组成一个花瓣形态，这里的线条一定要够精细，够精细才好看。好，往中间再加一笔，这个位置是不是感觉显得有点空旷？但是呢，不好看，我们要给它勾上。啊，可以短一点点，也可以什么呢？也可以张扬一点，长一点点。你看，张扬一点，长一点点，但是这种张扬一点、长一点的线条，一定是往上下去拉扯的啊。左右两侧都是偏短的，上下两侧的线条或者是花瓣形态，你会发现会长一些、大一些。好，再来把这边补上。好，中间给它点上花心。单独的线条外端，单独的线条尽头可以点个点儿，作为一个小延伸。洗一下笔，然后在花心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去贴上一些饰品作为装饰。好，先擦一下边缘啊，因为刚刚我们做的范围还是比较广，做的晕染铺色的面积的话还是比较大，所以说棉片加上酒精给它擦一下边缘，避免有水彩太靠近边缘，没有留出安全位置啊，还是留了的，免得水彩包到边了。然后去上底胶，底胶去隔离。好，底胶整涂，记得包边，就很简单的加上一点线条。
包边。花心中间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上一些饰品，这个饰品的话，你们可以随意的去搭，就随意的一个小钻儿，或者是随意的一个水晶珠子，或者是金属珠子、珍珠都可以啊，可以看你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搭配。好，找到了一个水晶珠子，可以先看一下搭上去的一个效果，旁边加一点点小钢珠，再来增加一些氛围感。我现在放上去给你们看一下效果啊，花心周围摆上一点小钢珠，然后4个方位再零散的给它加一点小钢珠作为装饰。好，那这样子一个仙气飘飘的款，氛围感就来了，然后拿去照灯。这一些小饰品的话，我贴的时候一般都会偏随意一些啊，然后贴完了之后，有可能就会直接给它封层。像这种小钢珠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特别特别的细小。最后我们给它加上封层。好，这个款就完成了，动手试一试吧。那跟动手去练一练线条吧，线条是百搭的。